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itting。今天要来介绍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创作能量以及正向的歌手，就是蜂蜜们的邱锋泽。对，就是那个可爱又有梗的他，娱乐100%的主持人，嗷呜狼人杀的数次 MVP，A.K.A 语文小天才邱锋泽。邱锋泽，新加坡人，本名邱英龙，对音乐怀抱情怀以及梦想，漂洋过海来到台湾。在这之前，他在新加坡多是出演戏剧，也有主动去当助理学习音乐的作词作曲技术。也就是说，在工作的同时，也同样为了梦想努力。不管是来台湾发展的决定，还是之前在新加坡的工作经历，都可以看得出来，锋泽除了认真努力，也很有野心和抱负。我觉得这完全给予很多有梦想、执行力却不够的人很大的动力和榜样。邱锋泽有个人 YT 频道，之前也有原音铁三角演唱，不时也有韩文翻唱。他真的是对音乐充满热情，也敢于尝试。目前锋泽有4张个人专辑 Ten Stories 有人在吗？预言家、日环食，并且和陈零九共同发行专辑第4象限。影片后面点的地方会提到9则 CP。这4张个人专辑给我的感受还蛮不同的，共同点就是这些歌大部分都是呈现出那阵子锋泽的生活状态，是一个抒发情绪，也是和蜂蜜分享秘密的感觉。初期的锋泽有点阴郁小王子既视感，歌风蛮多有可能狂野暗黑风格。有人在吗？这张专辑则诉说着远距、异地恋、被分手的痛苦以及沉默的呐喊，可能也勾起很多人的共鸣吧。2颗心的距离渐渐变远，直到无法再次靠近。预言家这张专辑的主打同名预言家，则是用狼人杀角色取名，歌词内容也是用游戏来填词。如果有玩狼人杀的玩家一定很有感。日环食专辑说明中，面向如此浩瀚，允许我还是想起了你，隐匿最深的往往在我安静下来的片刻一览无遗。最真挚的情感往往悄无声息，却又有迹可循。原音兄弟 Reason Brothers 是2017年他与张伟宏成立的音乐制作公司，两人都是新加坡人，又对音乐很有兴趣，一拍即合，成为音乐及商业的合作伙伴，并签下才子歌手。但今年年初因为劈腿事件与公司形象不符，就与才子切割了。这件事不只是公司的形象，其实也是邱锋泽个人恋情隐私。现在的他也走出阴霾，未来应该也会再多多物色有实力的新人，为公司注入新血。很多观众认识开朗、古灵精怪的锋泽，应该都是因为嗷呜狼人杀和韦静的 CP， 以及兵变后和零九的9则 CP， 以及节目上各种呛小赖。满满综艺效果还有缜密的逻辑，让狼人杀游戏增添更多色彩，个人魅力也不断升级。9则 CP 更是收视和音乐的保证，从天黑请闭眼、天亮请睁眼到最近的第4象限，两人个性相辅相成，就连他们也常觉得十分神奇。这就是缘分，也是吸引力法则吧。从4间情到5间情，团队成员有陈零九、邱锋泽、黄伟晋、小赖跟娄俊硕，我觉得超神奇。神奇的不是组合本身，而是这个行销手法很不错。5个人分属不同音乐公司，合体带来更大的商业收益，感觉是台湾偶像团体呈现一片寂静中谱出了那条音乐花路。我最喜欢 I Wanna Holiday 这首歌，是跟 Agoda 合作的一个广告。最近刚推出的零距离也很轻快， MV 也超有创意，大家也可以赶快点开来听看看。远距的拍摄开创出新纪元，于丁系的在世界尽头大声地说我恨你，也是云端协作拍摄，还有其他有创意的远距拍摄 MV 也可以推荐给我哦。感情经历也是人生的养分之一。今年的邱锋泽历经很大的感情风暴，旗下员工才子被曝在参加全明星运动会时违反队内的禁止恋爱规定，更惊人的是其实是劈腿，因为他与邱锋泽是交往中状态。详细状况我不会多叙述，想了解的人可以去找新闻看。因为已经体面放下了锋泽，应该也不想再一直被提这个感情事件。
沉淀几个月后，微笑分手是他的回应。故事场景停在那年盛开的花。说不出的心再不舍，最后也只能这首歌我也是边听边哭，想想丰泽该有多悲伤。在悲伤过后，继续模仿，呈现疗伤后更好的自己给蜂蜜们。抛却黑暗，向阳而生，是我给邱丰泽的评价。喜欢我的影片就帮我按赞订阅，感谢每个支持我的你，我们下次见。